京嘅官員可唔可以由我哋邀請佢落嚟香港，喺中聯辦以外嘅地方，喺嗰度好好地傾，而並非係全體立法會議員被召去深圳，受京官教訓嗰套嘅溝通。偏偏就有这么些人啊，端着咱们中国的碗，心里面却念着外国的经。今天这个主角啊，就是这么一位毛孟静。一听这个名字啊，文文静静的，像个知识分子，这个是个大名人呢。可他干的那些事儿啊，那叫一个惊心动魄，让好多香港市民都直摇头。咱今天就来扒一扒这位精英女士啊，是怎么一步步的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话说啊，1957年，毛孟静在香港出生，虽说在香港，但是她祖上是浙江宁波人。这姑娘打小就聪明啊，脑子活，学习成绩也好。她父母呢，也跟全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觉得孩子这么好的苗子可不能耽误了啊，得送出去见见世面，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乎就把他送到了天寒地冻的加拿大去留学。毛孟静呢，适应的还挺快，他对新鲜事物特别感兴趣，尤其是新闻这块，觉得当记者能接触到社会百态多酷啊。后来还在著名的法新社干过一阵子。这留学的经历啊，尤其是干新闻的经历啊，可算是把他给西化的透透的。他脑子里装的越来越多的是西方的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这就像一棵树啊，根在中国的土里，但是枝丫呢，天天被西边的风吹，慢慢的就朝着西边长歪了。这也为他后来干的那些糊涂事啊，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学成归来，毛孟静回到香港，那可是顶着海归的光环呀，干啥呢？还是干老本行，当记者。凭着他在国外学到的那套东西啊，加上人也机灵，口才也好，很快就在香港新闻界是混得风生水起。后来呢，他更是跳槽到了当时香港最大的电视台 TVB， 也就是咱们说的无线电视台。我的天啊，那会儿的 TVB 新闻主播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啊。镜头前的毛孟静啊，那形象没得说呀，说话字正腔圆，条理清晰，给人的感觉就俩字啊，专业啊，4个字儿，值得信赖。那靠着这个平台，他的人气啊就跟坐了火箭似的往上窜，认识了不少达官贵人，积累了相当厚的人脉。可是谁能想到，这么一个看起来前途无量的湘江才女，心里头的小九九早就打得噼里啪啦响了。在媒体圈混出名堂后啊，毛孟静不满足了，他觉得呀，光当个传声筒不过瘾，他要自己发声，要搞政治。于是呢，他就开始给自己打造亲民、关心社会的人设，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一开始啊，他还挺会演的。当时香港正在推行1国2制，他也是高举双手大力支持的，说这是个好政策。大家一看，哟，这大名人不仅专业，还这么爱国爱港，好感度是蹭蹭往上涨。但是你知道啊，这装出来的东西啊，早晚得露馅儿，狐狸尾巴藏不住的呀。转折点在哪儿呢？在2008年这一年啊，他正式加入了公民党。当时立法会开会，会前呢有个庄严的仪式，干嘛呢？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议员来说啊，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吧，表达对自己国家的尊重嘛。结果你猜怎么着？镜头给到毛孟静，人家老太太呀，嘴巴闭的那叫一个严实，抿着个嘴角，一脸的不情不愿，就是不唱。大家就议论啊，你作为一个中国的香港立法会议员，连自己国家的国歌都不愿意唱，你这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到底当自己是哪国人呀？ You called us a political weapon. Now, the bill is out there because people in Hong Kong have insulted China's national anthem. We've seen it happen at football matches where Hong Kong fans boo China's anthem. Why do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do this? Well, you can imagine. I mean, they keep saying,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they keep saying the idea is to demand respect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The thing is, you cannot legislate respect. You have to earn it. And the young in particular are very, very bitter about this because they've been forced practically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they are not just Hong Kongers as they think they are. They are Chinese. They want to instill this Chinese identity into our young. How dare you would boo the national anthem. But then respect. I mean, they have the young think they have the right not to express respect. 时间来到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了大地震。这消息一出来全国人民的心都揪紧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大陆同胞出钱出力，咱们香港的同胞也是血浓于水心急如焚，都想为灾区做点什么。香港市民自发组织捐款，前后凑了将近2亿港币。香港政府也觉得这必须得支持决定从库房里拨款1个亿，送到雅安去赈灾。这本来是多好的一件事体现了香港和内地一家亲的感情。可坏就坏在出了毛孟静这么一颗老鼠屎。在立法会讨论这笔拨款的时候，毛孟静跳出来了，坚决反对。他给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内地的官员可能会贪污这笔钱。这话说的诛心灾区人民水深火热，就等着这笔钱救命的。你没有任何证据，就凭一张嘴，空口白牙的污蔑整个内地的救援体系。这不仅仅是拦下了一笔救命钱，更是在香港和内地同胞之间狠狠地插上了一刀，制造隔阂和不信任当时很多香港市民都气坏了说你毛孟静没有良心，我们捐的钱是我们对同胞的一片心意，你凭什么给拦下来就因为你那点阴暗的猜测。那这事过后，他在很多人心里的形象算是彻底崩了。但是还没完到了2018年，他更是干了一件让全世界都看笑话的事儿。他作为香港议员的代表，去国外参加一个叫国际女议员大会的会议。这种场合呢，大家都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去的，座位上都摆着国家名牌。结果呢，毛孟静女士放着中国香港的牌子不坐，一扭头竟然坐到了一个标着无国籍人士的座位上去了。你品品，这操作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在告诉全世界的媒体和政要，看见没？别把我当中国人，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他这是铁了心要跟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划清界限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简直是又可笑又可悲。我是中國人呢一課我是中國人。上課時老師問同學們誰是中國人，好門想也不用上場，全都舉起手。咩叫同學們想都不用想就舉起了手，就係直認我哋係中國人。你呢啲咁樣嘅教育係咪洗腦？第一，第二就係完全種族歧視。主席真係議會都係真係好多廢話連篇。一講認自己係中國人都係洗腦咩主席話喺香港出生。就係香港人同一個小二嘅學生講又有咩問題呢？確實係即係我覺得毛議員呢，有時都唔使咁難為自己。既然你對中國人呢個身份咁抗拒，其實如果你咁抗拒嘅話，你可以選擇。時間快進到2019年，這是香港非常動盪的一年。因為修例風波，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着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開始在香港大搞破壞。這個時候的毛孟靜那可真的是如魚得水了他就徹底撕下了偽裝，跳到了台前。他公開反對國家安全法的修訂，還在各種場合用他那極具煽動性的語言去鼓動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上街。他跟那些年輕人說要勇敢，要抗爭。我哋會考慮再呼籲香港人嚟圍堵立法會。結果呢，很多熱血上頭的年輕人被他忽悠成了馬前卒，在街上堵路、縱火，甚至襲擊警察。整個香港的社會秩序被他們搞得是一塌糊塗。更可笑的是什麼呢？他鼓動別人的孩子上街去冒險，去當炮灰。他自己的2個兒子呢，早就被他安排的妥妥當當，一個在英國，一個在別處，全在國外過着安穩日子。這就是他那套只煽動不參與的雙重標準，實在是虛偽到了極點後來當一些搞破壞的年輕人被警察抓了，法律要制裁他們的時候，你猜毛孟靜又幹嘛了？
他又演起来了呀。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的那叫一个伤心，说什么孩子们还小，他们会改的，请求大家放过他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煽动他们去犯法的时候，怎么不说他们还小？现在要承担法律责任了，你倒出来装好人了。这鳄鱼的眼泪骗得了谁呀？他的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有黑手的，他长期跟国外的一些反华组织勾勾搭搭，还在外国媒体上写文章攻击咱们的一国两制政策，甚至公开要求外国政府来制裁香港。这是什么行为啊？这就是典型的汉奸行为啊！为了自己那点政治私利，不惜出卖整个香港的利益，出卖国家的利益。有句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毛孟静这么折腾啊，把香港搞得乌烟瘴气，香港市民能答应吗？当然不答应啊！2019年那阵子啊，很多爱国爱港的市民就自发组织起来，到他家门口去抗议，拉起铺天盖地的横幅，上面写着卖港求荣，滚出香港。舆论的压力啊，就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这下毛孟静慌了，他也怕呀，怕那些被他煽动的人，也怕那些反对他的人真在混乱中伤到他。于是呢，他赶紧找了个借口，说我大儿子要在英国结婚，脚底抹油溜了。可是有意思的是，没过几天，他又灰溜溜的回香港了。这是为啥呢？大家猜啊，两个原因。这第一啊，可能是他觉得风头过去了，香港稍微安稳了点，他还想回来继续搞事情，完成他那个港独的黄粱美梦。这第二个原因呢，就有点扎心了，很可能是他在国外的儿子们根本就不待见他。你想啊，他把两个儿子从小就扔到国外，一年到头呢见不了几面，母子之间哪有什么深厚的情感？孩子们在国外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圈子，对他这个常年在香港搞政治的妈，估计是既不理解也不想掺和。更让他没料到的是啊，他这次回香港的决定，直接就把自己送进了死胡同。他前脚刚落地，后脚香港警察就找上了门。毛女士，跟我们走一趟，喝杯茶吧。国家早就看透了他这种人的真面目，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企图分裂国家的人。警方早就掌握了他过去所有的违法证据，从立法会上拒唱国歌，到煽动暴力，再到污蔑灾区同胞，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啊！到了法庭上，他还想狡辩，但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任何狡辩都是苍白无力的，最终被香港法院依法判处50个月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大快人心啊！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罪行的严惩，更是对所有港独分子的一个强力警告。这条路啊走不通。后来呢，香港国安法正式落地，像毛孟静这样的人啊，算是彻底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有网友骂得好，一边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一边挖空心思搞分裂，这种人啊就该人人喊打。如今呢，毛孟静已经60多岁，快70岁了，在铁窗里度过了几年，想必也应该明白什么叫规矩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政治影响力早就没了，在香港社会也成了过街老鼠，再也掀不起任何风浪了。他的故事啊，其实给我们提了个醒啊，香港永远是中国的香港，这是刻在历史里的，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任何想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都注定是痴心妄想，最终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毛孟静的故事啊，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跳梁小丑的丑陋，也让我们明白国家的统一和安宁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咱们老百姓啊，就盼这个日子能安安稳稳、红红火火。谁要是想破坏咱们的好日子啊，咱们绝不答应。